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丽，欢迎观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一整年不买新衣服的经历吧。请注意哦，这里的新是带引号的新，也就是说，我还是买了衣服的，只不过买的都是二手衣服。至于贴身的内衣、内裤、袜子是不算在里面的。2019年开始，我就把每一笔买衣服的开销都记在一个本子上，像这样子。随便记一下，然后最近呢，我就算了一下，给大家公布一下。其实买二手衣，我是10几年前到德国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德国的跳蚤市场非常发达，我也喜欢逛，也就买了一些。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影响下，他把我带入了买古着衣服的坑。那位朋友我也是多次提到过了，就是那位和我一起去摆地摊，和我一起去参加同性恋派对的德国美女，看就是她，这是她的作品，也是算是自画像吧。好了，下面我就公布一下我2019年总共买了多少件衣服，花了多少钱，然后呢说一说我为什么买二手衣服，以及一整年不买新衣服只买二手衣是什么样的感觉吧。这是我在2019年买衣服上的花费，我一共买了53件衣服，然后因为是不喜欢或者不合适，又卖掉了7件，而且主要是卖出的价格跟买入的价格差不多，甚至有时候还更高一点，最后剩下46件。这46件衣服的价格一共是674欧元，平均下来每件就是14.65欧元。那换算成其他币种的话，46件衣服是794美元，平均17美元一件，或者是607英镑，那每件就是13英镑，折合成人民币就是5538元，然后是平均下来120元人民币一件，还算是比较便宜吧。这就是2019年我在买衣服上面花的钱我买的全部都是二手衣服。2010年的衣服上的花销我也做了记录，可能比2019年的花销还要少一点，到时候我再做一个这样的视频看看。有的朋友可能会很好奇，都是二手的衣服，那这些二手的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呀？其实我在视频里面穿的衣服当中，可能除了一件，其他的都是二手衣服。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件白衬衣也是二手的衣服，它主要是它扣子的细节是有那个爆头的这种小扣子，我特别喜欢。这是意大利产的。下面我再挑出几件给大家看看，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吧。这件外套还有一条配套的裙子我没有拿出来，它是来自德国品牌 Escada 家的，是 Margareta 类设计的款式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94年的款。当时的德国名模 Claudia Schiffer 还穿着它拍了一组照片。如果我找到照片的话，我会放在视频里。你看当时的那种工艺特别的棒，特别的精美。你看这样的面料的编织，是不是做得很棒？还有像这里像丝绒一样的拼布，还有它的这些纽扣都是层层的，质量特别好。这个套装我是去年夏天收的。这是一个印在一件真丝夹克背面的狗头，就是我在有一期视频里面穿过的这件外套，但是没有让大家看到背面。它的背面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有很多的金链子狗头，就是我当时说的，就是反映了80年代的那种拜物拜金的那种很物质的那种风潮。这件夹克也是 Escada 家的，也是 Margareta 来设计的衣服。
哎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特别喜欢 Margarita line 的衣服，虽然很大，我还是收了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是 Margarita line 的粉丝，这件也是他设计的，应该是90年代德国产的。你看这样的做工，这样的面料特别好，这个面料也是80%以上是羊毛的。2019年，艾斯卡达又复刻了这个款式，用的不是羊毛，而是用一种人工的合成材料。我个人感觉上，新款也是做工上也没有老款这么好。但是新款的价格我看了一下，是1670多英镑吧，真的是惊掉我的下巴。这一件我是买的二手的，当时花了30多欧元。它其实还有一条配套的裙子，但是我找不到。如果有一天有缘能够把那条裙子配套的裙子也找到，那就更好了。2019年一整年不买新衣服，只买二手衣是什么感觉呢？我的感觉是太爽了，至少有3点吧。第一点是，哇，原来二手店里面有那么多宝贝。是的，我淘到那么多很好看、很精美的衣服。现在我是连逛新的衣服店这样的兴趣完全没有了。第二点就是感觉，哇，真的是太省钱了。第3点是，我觉得我应该提高标准，求质量而不求数量。因为刚开始买二手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真的是很便宜啊，这个也可以买，那个也可以买。后来呢，我就提高了标准，买vintage 的衣服，就是真正的做工很好、有收藏价值的衣服。就是即使是有一天我要出手，也可以同样的价格，或者是甚至高一点的价格可以再出手的那种衣服。其实我买二手衣服的理由要说的话也是很多的，今天就只说最重要的3点吧。第一点就是物美价廉。你看，像这样一件做工精美的外套，是在服装产业快速生产时代来临之前，就是还在属于慢生产的那个时代制造的，就是所谓的慢工出细活，就是从面料呀、做工啊都特别棒。像这样的外套，如果现在还能够找得到，如果要买新的话，是1000多、2000多英镑，对我来说是很贵的。但是如果是买到像这样的二手，它其实看上去状态就是像新的一样，就只花很少很少的一点钱，就能够买到做工很好的衣服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我喜欢有历史感、有故事的物品。就是包括衣服，像这样的衣服，你看我买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它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手绢，这张手绢是棉的，特别的干净。然后我就可以想象穿这件外套的女士是一种很淑女的样子吧。然后这件外套可能去过别的地方，被别的人穿了，然后最后就来到我这里，来到伦敦，来到我的手中。以后呢，我可能会传给我的女儿，如果我以后有女儿的话，或者是传给其他的人，就是可以这样传下去的。第3个原因呢，就是旧物循环利用比较环保。服装制造业已经成为继石油业之后的第2大污染源。很久以前呢，我就已经不再去买快消时尚品牌的衣服，比如说 H&M 家、Mango、Zara 家的衣服。后来慢慢的，我连新衣服都不买了，就是买二手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别忘了点赞留言。还没订阅的朋友请订阅，以后将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。希望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